好，接下來我們要再來關心的是字節跳動，現在呢一邊他一手買輝達，另外一手買華為，又另外一手三線同時做自研哦。2026年字節跳動說現在要做大事，習近平也下令了，接下來國產晶片50%都要用自己的國貨。我們今天會關心大陸的晶片 AI 產業是在拼全方位的突破嗎？趕快來看到這是最新消息哦，字節跳動在2026年砸下了高達了140億美元，換算新台幣已經達到了4000多億元，購買的是輝達的 H200晶片，而且被解讀這根本就是一個大掃貨啊，多到現在怎麼樣呢？科技公司啊，它現在已經呢，輝達找上了台積電啊，下單200萬顆的 H200晶片，要求台積電來這邊做一個額外的生產，趕快加緊生產，開啟產線。那另外一條，我們來看到呢。它同樣還採購的包括了華為研發的昇騰晶片，訂單的總額或已經這邊統計超過了人民幣400億，換算也是57億美元哦。同一條線，我們看到字節跳動不只是對外購買這些晶片，自己同時也在做自己的研發。步入了試產的階段，效能根據了解，甚至是可以媲美輝達的 H20，甚至成本還更低。這種 AI 雙軌同步的策略正在進行當中。我們看到字節跳動三線齊發，2026被說要幹大事了嗎？AI 產業會不會在這時候全面的版圖重新全洗牌？來，賴老師怎麼看？我覺得全洗牌是不會，但是朝中美2大強的發展，這已經是一個趨勢了。其他的國家都被排除在外了啊，不管是日本、韓國，或者是歐洲、印度等其他的所有的國家，在 AI 這個系統中，他們只能夠去撿一些這個大巨人啊吃不完的掉下來的渣渣吃。當然掉下來的渣渣也可以養活很多小企業啊、小型的啊經濟體，但是比較大型的經濟體，很明顯的它就會失去市場了。像日本、像韓國、像歐洲，他們基本上都失去這個市場啊，所以這個。未來 AI 的天下，坦白說，除了中國跟美國，而中美事實上就在做生死的一個較量了。這個已經是一個擺得很明白的。那您可以看到，在大陸來說，它不但在設計這個部分，它跟美國在競爭啊，不管是一個開源的，一個是閉源的啊。也就是說，美國走閉源的，中國走開源的，而美國的閉源事實上它已經守不住了。我們也看到了美國的這個 ChatGPT 也開始在做部分的開源，可是部分的開源就好像說猶抱琵琶半遮面了，這基本上走不遠。你只能夠全面性的開啊，因為中國大陸現在全面性的開，所以它的影響力已經滲透到這個歐洲、非洲，還有這個甚至連印度都滲透進去了。也就是說，有更多的國家，它本身沒有像美國這麼大資產的國家，也沒辦法像發展出這種 OpenAI 他們的這麼大資產國家，他們當然走中國的這條路線。所以在軟的設計這個部分，大陸跟美國的較量很激烈，估計美國贏的空間比較大。那另外一個就是硬體的支撐嘛，那就是你剛剛講的晶片。對，晶片這個部分，美國它只能依靠代工。所以他用搶台灣的這個晶片廠，搶韓國的晶片廠過去，可是他還是代工。但是問題就在於大陸是自己有生產製造能力。那你想，當越來越多的這一些，包括阿里也在生產自己的晶片啊，所以中國大陸的這種數據公司啊，它自己本身軟的也設計，硬的也設計的情形下，那大陸它是不是提供給一個廣大的土壤，就是說，你中芯國際，你相關的這些做半導體的硬體的這些晶片上，你就盡量快生產吧，盡量快趕上來吧。那我個人覺得，大陸的土壤比較肥沃，是美國的土壤比較貧窮。那你想想看，這個未來的趨勢會怎麼樣？所以已經不是重洗牌，事實上只有2大強競爭，我們這種小地方只能吃他們大巨人吃不下的，剩下來渣渣，可能就可以養活我們這個小螞蟻了。好，科技在未來在 AI 的發展會以中美2大國為首，不管在軟體或者是硬體上面的競爭都會變得非常的激烈。那同時間，這2大國當然也要不斷的去找算力
跟人才的重要性。我们來看到，包括了大陸现在也是全面的找人才哦，字節跳動跟騰訊更是祭出了這些非常非常好的待遇。來看到字節跳動做了什麼？員工獎金暴增35%，加薪預算暴增150%，全面拉高最低薪資門檻。騰訊呢，直接開薪水加倍，成功挖走 OpenAI 的前研究員，這位是姚順宇，直接空降擔任他們的 AI 科學家。酈將軍又怎麼看？我們知道中美這兩大國的競爭在基礎製造業方面來講，中國可以說是遙遙領先美國了甚至在很多新的產業方面也已經領先美國，包括我們都知道鋰電池啦、電動車啦、綠能產業等等都已經領先美國。但現在為止跟美國還站在領先的，能夠卡中國脖子的，大概就是科技業科技業又以 AI 科技這個晶片製造在這方面來講的話，它可以卡住中國脖子，所以中國當然要在這方面想辦法，要跟美國來講，要具備最起碼具備競爭力那我們知道未來的算力就代表國力嘛。那 AI 產業，我認為是人類的第4代的工業革命。第一次人類工業革命，我們知道是發明了蒸汽機，用蒸汽機取代人力。第2次是發明了電力第3次是這個計算機這次 AI 產業可以說人類的第4次的工業革命。那誰能夠拔得先頭，哪個國家就可以掌有未來的財富。那中國在這方面是絕對不會落於美國之後的。那我們看到中國你要發展 AI 來講，很明顯的幾件事情。第一個，你要有人才嘛第二個，你要有資金第三個，國家要能夠政策要能夠配合。那我們現在所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那在 AI 科技方面的人才方面，中國現在事實上是不缺資金的它可以利用它大量的資金來挖掘它所要的人才。那國家政策也相當的配合，譬如他說規定50%以上要使用國產的裝備。我將這場競爭形容像我們軍事來講的話，就像是登陸作戰一樣你一定要先搶占到灘頭堡，站穩腳跟之後，你再往前面去進攻。那怎麼樣能夠搶到灘頭堡，能夠站穩腳跟第一個當然就是像前面所講的美國那邊如果說有機會買到 H200的晶片我就先買。那我自己同時我也發展我自己的晶片，同時我也培養我自己的人才這又像是儲存戰力之後，這個先搶占了灘頭堡，站穩腳跟之後，然後再以圖繼續向上面來發展。當然，這後續的發展必須要有規劃，要有計劃，而不是像以前中國大陸一樣發展什麼產業就一昧的拋錢下去，然後大家到時候這個錢跟打水漂一樣到時候回收不回來，也沒看到成效。我覺得中國大陸這次發展 AI， 它一定是有計劃、有規劃按照15的這種這個規劃的期程，一步一步有計劃的向上發展。那不敢說是超越美國吧，但是我想很快可以看到跟美國並駕齊驅。對，確實，所以在這個大陸有關於發展 AI 晶片上面，國家政策下了非常大的力，除了持續的向美方買晶片之外，也力求，這是來自於路透社的最新消息，中國官方要求說，你接下來所有的晶片製造商，你要新增的這些產能50%都一定要使用國產的設備才行。最終目標，當然了，如果有一天可以的話，就是完全的100%國產化，帶動了大陸的晶片設備集團北方華創創下了一個很好的一個成績跳躍性的成長那麼現在大陸的資本市場也掀起了一股這個 IPO 的熱潮，2家公司股價更是暴漲。第一家是有中國版本輝達的摩爾線程上市 IPO 的時候，首日股價暴漲425%。另外一家是中國的 AMD， 也就是木矽股份上市飆漲693%。美國的封鎖政策真的失效了嗎？委員怎麼看？美國在推動科技產業，它靠的不是政府政策或政府補助，它靠的是資本市場。因為它的資本市場非常的開放，所以如有任何的新產品的話，那一家公司的股價往往一下子會超過它應有的 CP 值，因為它給人家想象、預料的空間。那美國又有很多很多的投資機構，有國內的，也有國外的一大堆，所以集中在那裡的話。只要有一個人一呼百諾，大家都跟上去支持那個股票，輝達就是這樣起來的。那輝達起來的話，當然是一個成功案例，也有失敗的案例。那不管成功失敗，總和來講的話，美國的資本市場真的就是這個美國科技產業發動的發動機。沒有資本市場，美國的科技產業起不來，因為科技產業很現實的，要投一大堆錢去到不可知的未來。然後你什麼時候能夠回收不知道，
但是如果有個資本市場，你給他一個夢，然後這個時候即使你的收入還沒到，你的產品還不成熟，你的股價都已經先漲了。那股價一漲的時候，它就印股票出來，會有更多的現金可以投到研發費用裡面，形成一個資本市場跟研發的聯合的一種良性流程。是。那這個東西呢，在中國大陸以前是沒有的啦。那最近呢，學到了。摩爾線程這是個例子。摩爾線程本來是做一般的 GPU， 在遊戲機啊這種特用的 GPU， 就最近他發表了一個新的架構，叫做花港，叫 Flower Harbor。為什麼取得這麼詩情畫意，我也不太清楚哈。然後這樣的一個架構，相當於輝達的CUDA，然後接下來他根據這個架構做了2款晶片，一個叫華山晶片，一個叫廬山晶片。好像武俠小說，然後華山晶片是做 AI 用的 ，AI 晶片運算用的，然後廬山晶片是做遊戲機跟工作站用的。它同時推出這樣的一個來，那到底賣錢了沒有？還沒有。但消息一出來，被確認有這個技術，而且技術至少它自稱說接近超過 H200，接近 B200。市場上馬上給他很多的肯定，股價就馬上暴漲，那就可以印更多的股票去籌集資金，做進一步的研發或實質上投產。這是一個字節跳動最有名的例子。那木犀股份呢？哇，那個更厲害。他一推出，就說我這個就是對比輝達的，我是 AMD 的技術，可是我对比輝達的效率，你們買不買？所以一出來的股價都暴漲了，快要700%啊！不，這個都是好事情啊，都是好事情啊。那因為懂得以前啊，中國大陸都是用官方的資金啊，官方弄，平常心講，那很辛苦啊，对，而且官員如果失敗了還要負責任啊。啊，資本市場輸贏各自負責，而且它風險分散，是啊，搞不好利潤都撿到了啊，所以這個。各憑本事，但是有官方有資本市場，我覺得是最理想的狀況。好，謝謝委員。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